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先歡迎陳立委、孫大千委員。大家好。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老師。思敏好，各位朋友好。前海軍艦長呂禮詩艦長。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持續提到，今天是這一周新的開始，記得先幫我們的影片在下面按下讚，並且呢幫我們按下熱推薦。沒有看到的話，可以在上面留言熱推。那如果想要跟我互動的話，跟我們的小編互動的話，歡迎在下面留言板上面寫下你在哪一個城市收看，那麼我們也會親自的跟大家一起來做互動，來做回復。今天節目一開始要趕快帶觀眾朋友關心到的是這一場川習會之後，川普已經明確的表達了美方不想飛9500英里來打仗，也反對台獨，並且把對台軍售，他說這個對美國來說是一個很好的籌碼，直接這樣子講了。另外，白宮在川習會之後也特別釋出了他們的實際的事實清單，結果發現中方買的東西、採購的項目遠超過先前的預期，尤其在稀土方面，雙方的解讀還是有巨大的落差的。美媒也警告了說，未來5年台海的風險會升高。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的來做關心。好，川習會後，我們首先要關心的就是現在說台海的訊號正在重新被定價。我們要來看到川普的最新發言，針對於台灣問題，他說我不希望有人，他說有人走向獨立，還說呢美國得飛行9500英里去打仗，我不想要看到這一種情況。我希望他們能夠冷靜下來，我也希望中國大陸能夠冷靜下來。針對於大家所關心的對台軍售的立場，外媒披露，川普到現在還是沒有給出實際的承諾，是否會批准延宕已久、金額高達140億美元的這個軍售的案子。川普也直指說呢，軍售案對於他來說就是美方一個最好的籌碼了。這一步同時是直接踩在美國雷根時代以來6項保證被視為是一個灰色的紅線上頭。針對於台灣問題，我們來看到新華社的最新報道，習近平是這樣定調的：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的核心問題。他也特別警告美國，處理得當，雙方美中之間會維持一個穩定的關係，但是如果處理失控的話，會碰撞甚至爆發嚴重的一場衝突。專家指出，接下來華府的做法恐怕就是會無限期對台灣來延宕這個140億美元的軍售案，交換的是北京在經濟上面的一個利益。而川普來自於外媒的說法，他們認為川普是非常相信北京的說法的，將台海緊張大部分都歸咎於台灣上面。而我們來看到的是，這一次呢，美國媒體也特別做了一個分析，他認為說川普其實很滿意這一次的見面，尤其是習近平的安排，而一些與川普關係密切的幕僚因此現在開始擔憂了，說這一次峰會恐怕會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未來5年之內入侵台灣的風險大幅的升高。節目一開始我們要特別請教委員怎麼去解讀川普的這一句話，尤其他這邊特別提到了說不會飛9500英里去打一場仗，是不是暗示美國不會為台灣出兵？同時他也表示了不希望有人走向獨立，似乎也對台獨問題開始做出了表態。那麼美國如果不明確的表示會出兵，又強調反對台獨，接下來台灣的安全保證還剩下什麼？那委員怎麼看？是，我想這一次的我們看到的這個習川會那麼在會後其實各方的觀察家都一直在等待，就是大家在預期說到底這一場會議裡頭究竟談了什麼東西。但是很出人意料的就是說，在這一次習川會之後，其實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們幾乎沒有看到北京政府或者是這個華盛頓這裡針對這一次的會議的內容有任何相對具體而且重要的說法所以外界就一直在猜測說，那到底是談了什麼有什麼樣的事情讓這個川普千里迢迢的飛到北京，然後呢這個習近平大陣仗的來歡迎，然後兩個人總不可能就是打個招呼 say 個 hello 吃個晚餐然後逛個天台然後就結束了這不應該是個觀光行程的，這行程總要有達到一些相對的這個目的跟價值所以其實外界一直都在預測到底是什麼。
那麼今天我們看到了，白宮這邊公布了所謂的事實清單。其實這事實清單了無新意，並沒有讓大家有太多的意外。因為如果我們看一下這個所謂的事實清單裡頭，包含了大豆的購買，包含了這個波音飛機的採購，這原本就是意料中事。那包含了未來中國大陸每年要向美國進行多少的這個金額的採購，這個也這個不出人意料啊。因為事實上，就算習川會不會，中國大陸每年還是會定期的向美國進行這個各式各樣這個相關需求的一些採購。那麼但是大家就發現說，譬如說中國大陸在稀土並沒有做出實質的承諾，也沒有做出太大的讓步。中國大陸在伊朗問題上其實回答的也很含糊，那麼他也沒有表態會支持美國的立場，或者是要擔任仲裁這個中間人哦來進行協調。這些原本大家預期可能會有的東西都沒有。那麼你再看到這個北京方面究竟要什麼呢？我們現在看到的北京付出了相對的這個代價，可是我們也是看不太出來北京到底從這次的習川會得到了什麼。你說得到了美國決定放寬光刻機嗎？放寬的這個晶片或者是高科技的這些封鎖跟制裁嗎？看起來也並沒有。那麼所以我會認為在這一次的習川會裡頭，其實真正最重要的中國大陸得到的就是剛才思明講的川普的那兩段話，那才是最重要的事。如果大家回溯一下哦，就當川普離開北京的時候，他被媒體在問到說台灣問題你有沒有談到？他支支吾吾的，沒有正面的回答哦。那明明台灣問題就是重中之重，顯然在會談當中一定有涉及，而且一定有更深入的討論。可是不管是川普或者他周邊的幕僚都諱莫如深，完全不做任何的回答。當川普被問到的時候，他不小心講到，他說習近平有問我，如果台海發生了衝突，美國究竟要不要出兵？記者問他說你回答什麼？他說我還沒有做正面的回答。他到底有沒有做正面的回答？他已經做了正面的回答了，只是他沒有辦法很明白的告訴大家說，如果今天台海真的發生衝突，美國不會出兵嘛。所以他其實這兩句話很簡單，第一，美國不會出兵；第二，台獨是 trouble maker， 就這樣。那麼對習近平跟對北京政府來說，我認為這就是他們要的，他們才不 care 什麼光刻機、什麼 NVIDIA 的晶片，這對他們來說不重要。中國大陸的技術可以攻克這些問題，只是時間的這個因素而已了。但是對中國大陸來講，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台灣問題。台灣問題如果持續的再被操作下去，那麼將來要解決台灣問題，北京必須付出更大的代價。所以在這個時間點哦，北京得到了這個川普這樣非正式的暗示的承諾。那麼我看到說這個專家說，在5年內入侵台灣的風險升高啊，我認為不用5年了啦，就在川普任期內哦，因為5年的話還跨到川普任期外了，誰知道接着選出來是哪個總統？但是在川普任期內，特別是在最近這段期間，美國還重兵在中東這個地區的時候，台灣的風險當然相對就升高很多了。只要北京政府定調說賴清德是台獨，他現在正在做台獨，而我要打擊台獨，那麼川普這兩句話不就是給了最好的答案嗎？他不支持台獨，他也不會飛9000多公里來台灣打仗。好，同樣的問題，那艦長要怎麼看？在上個禮拜的節目啊，我就講到說，他甚至呢不會那個，只要直接的拿817公報念一下，也就可以了。那至於說6項保證的話，那這次說的更狠啊。也就是，川普直接說那是非常非常久以前的事情，而且那是一個總統備忘錄，他並沒有任何的法律位階。所以現在大家在琢磨說有關於軍售的問題啊，那大家認為是第2批的軍售，也就是4800億的部分，可能第1批都出問題。也就是3000億的部分，這3000億出問題是怎麼出問題？它不會不賣，只是什麼時候交貨。那這也就是我們現在大家在討論 F-16的問題的時候 ，F-16是在川普第1任的時候那個所提供台灣的軍售，到現在已經隔了5年了，都還沒交貨，這個就是真正的問題啊。但是我們講到有關於美中之間的一個威懾的部分啊，其實威懾有2個，一個就是意願，一個就是能力。我們剛剛講到9500公里的部分，那個川普講的就是意願的問題，他不想
然後第二個呢，能力的問題。我們回想一下，在去年的時候，這個美國國防部他們實際上做過兵推，然後他兵推的結果作為一個優勢簡報，這優勢簡報裡面講得很清楚，叫做碾壓式的對抗，也就是相對來講，美軍是沒有勝算的。那再加上這個就是能力的部分，而且這個能力的部分，大家不太願意去面對現實啊。那我们來看看 Bloomberg 他在2021年的時候，他其實就告訴了大家，也就是那個時候的那個印太司令呢，他告訴了大家有關於這個反艦的彈道飛彈的部分，因為大家一直懷疑這個能力啊，那他確認這件事情，那這件事情確認之後，後來就出現了所謂的戴維森窗口。為什麼？因為其實他怎麼確認的？因為他確認的時候，其實他看到了2020年的時候，在南海的一個試射，這個試射也就是反艦彈道飛彈。這個反艦彈道飛彈呢，它其實它在這裡射給樂山看，也給美軍看。那樂山是台灣的長程預警雷達嘛？那也就是說，他從這裡打到南海的一個目標，這一個目標他還特別講了是活動的目標，所以不是停在那邊的。那也就是他強調的，也就是說中國大陸他所進行的這無論從短程的那到中程的，例如東風41，那以及東風17到東風21D， 這個都是中程的部分。那另外啊，我們現在看到的有一個中長程，也就是東風27的部分。這些部分呢，其實都是美軍其實以現在的航空母艦打擊群，它是目標，但是它沒有防禦的能力。但是如果我們來講說有關於它的一個美軍現在的能力的話，美軍在二戰的時候，它一年可以造出96000個。那96000架的一個戰機啊，可是呢，我們來看看現在來講的話，美軍它實際服役有2160架，可是它的一個妥善率只有60%左右。那他說他到2026年的時候可以提升到2030架，可是這2030架真的可以嗎？為什麼？因為我們來看看這裡講到的 F-35的部分，它一年只能生產約150架，而且這150架他還沒告訴大家清楚它有沒有對外銷售的部分。那海上艦艇的部分更是如此啊。我們從2次世界大戰來觀察，美軍的艦艇就是數量就是一再的不斷的下跌，而且它的能力沒有提升。那我們看到這個有關於美軍美國國會的一個研究中心，他所提出的這一個藍色的部分，其實是美軍的艦艇數量。那如果我們看到綠色的部分，也就是包含了這一個補給艦，也就是支援還有這個兩棲艦艇的數量，也就是它在2015年就已經超越這一個美軍了。那另外呢，我們再講另外一段能力的部分呢，我們就會看到現在在小笠原群島附近進行演訓的這一個華盛頓號，它當初他從這一個聖地亞哥出發，一直到台灣附近，他一共花了42天。他這個42天跟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全獅號其實是有拼的啊。全獅號他在3月下旬的時候，他說他已經從聖地亞哥出發，可是他什麼時候到台灣附近呢？也就是4月27號的時候，他才到這一個附近，也就是現在美軍的能力已經不如以往。然後如果說他的意願以及能力都不足的時候，他是不會跟解放軍對抗。好，針對於台灣問題哦，一個剛剛小艦長幫我們特別講到，一個是意願，一個是能力。那能力問題剛剛已經做了一個非常清楚的解析了。那有關於意願問題，我們也說到，川普這一次被視為是首度做了一個比較清晰的表態。他說到，美國得飛9500英里去打仗，我不想看到這樣子的一個情況，被視為是一個算是過去以來最清晰的一個表態。那針對於這一次川習會，大家還在關心另外一個問題，就是美國白宮這時候釋出的這個是事實清單。
單，結果呢，這個被視為說，你拿到的採購訂單真的是少於過去中國大陸所承諾的，難道中國大陸是在做一個警告嗎？等一下請楊老師來幫我們解讀一下這個大陸的態度。我們先來看到白宮列出了這個清單，到底具體中國向美國買了些什麼呢？包括了美國最在意的就是有關於農產品的問題。北京在這邊承諾說，3年之內呢，每一年我都會買，那增加至少170億美元的美國農產品，再加上上回承諾跟美國買的105億美元的這個大豆的話，總共金額是275億美元，但是呢，還是遠低於2022年的當時的一個金額哦，幅度是少了30%的一個訂單金額。再來，美國還很在意的就是波音的飛機了，現在大陸承諾買的200架，現在傳出也遠低於過去是不是曾經答應過要買500架呢？最敏感的就是稀土議題了，美方說中國會來幫助緩解供應鏈的短缺，但是我們看到大陸方面的官方版本根本沒有提到有關於要給美國稀土的承諾。楊老師怎麼解讀？我們看這一次川習會中美峰會開會之前，我就提到這一次峰會跟過去很大的一個不同。這個是第一個，川普或美國總統隔了9年之後才再度到中國大陸來造訪。而這9年是什麼意思？這9年就是中美的貿易戰、科技戰打到現在，大概輸贏已經底定了。對，所以代表的是中國跟美國的這個權力關係跟9年前大不同了。所以中美關係跟日美關係、跟德美關係、跟英美關係是完全不一樣的雙邊關係。所以別的國家川普可以開口要什麼，你就要給我什麼。那這次呢？你面臨到中國跟美國之間的這種權力關係跟以前不一樣，那這個就必須要經過一定的這種協調，或者是呢折衝談判。第二個特質今年接下來最多川普跟習近平還會見3次面。9月24號，我們不知道習近平會不會去訪問。秋天。但10月是美國在川普的佛羅里達的高爾夫球場要開G20的高峰會。我們也不確定習近平會不會去。然後呢，11月是大陸會在深圳開 APEC 高峰會，那川普也有可能會來。所以如果都來的話呢，接下來還有3次。換言之現在這個元首外交它是一個持續性的。那兩國權力相對相接近的國家，它在很多議題上，它不會是一次就敲定，給我個清單，我就放你什麼東西，像以前那樣子，那是上對下。那個是不同權力關係的，現在是2個相互有要求對方的，是互有底線的。所以呢，那接下來今年還會有3次，最多，我想至少會有1次。所以他們還繼續在談。那因此就表示什麼意思？這次我們先相互的試探底線。那對中國大陸而言，這一次的底線只有一個，就是台灣。那對於川普而言，這一次的底線太多了，但眼前最急迫的是伊朗，那其他其實都很重要，所以你去看到了美國在伊朗問題上自己加菜單說中國支持這個不要軍事化，說中國反對這個收這個過路費、通行費，中國這方面完全沒有寫。我個人不認為在任何的議題的層面，中國大陸會說我反對那個通行費這個200萬太高了，100萬才可以。大陸怎麼會對別的國家的作為指指點點呢？尤其現在跟美國有這個衝突的伊朗，而伊朗的背後是很重要的中國這個大國支持，所以美國自己在加菜單，所以很顯然他對伊朗有這個底線。那中國大陸對就台灣議題有這個底線呢？那川普講了什麼？我們講叫新4步，其實他第一個就是他反對台獨，這我以前都預測的，他果然講。第二個，他不會為台獨而戰。第三個，你台獨也不要把我當靠山，這個話講得很清楚，但是很隨便。怎麼講隨便？他對媒體講，他沒有發新聞稿，他沒有發聲明，他沒有做聯合聲明，他更沒有寫第4公報。所以這個對媒體講，我們現在知道川普對媒體講一天要講幾次話。他這個講話當然代表的一定的，就是說中美之間的討論
然後川普了解到這個議題的嚴重性，他講出來，會有一定的效應。可是你不覺得美國有反撲、反悔的可能嗎？尤其川普這個人，他周邊有沒有什麼國安、外交的資深人員？當他如果不高興的時候，他反悔不是不可能。他的反悔當然不會說我支持台獨，他反悔馬上就是加碼給台灣軍售，或者是在對中國大陸的議題上，他又來一個什麼制裁。這種東西其實你千萬要認為哈，因為現在進入到中美的這種權力競爭哦，美國的內部的政治人物、媒體，還有就是這個兩黨的政治人物哈，一些這個學者專家，基本上認為中國其實還跟美國有一段距離。而這一次川普這麼乖的言行，其實他們覺得低聲下氣。我看了美國主流媒體，包含《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還是有一種高高在上的這種輕蔑的語氣在這個裡面，沒有改變。他們對中國不是真的很理解，一定要一個事件或者一個什麼樣持續的元首外交，讓他們真正了解兩國的權力接近，他才會真正的把口頭的政策變成真實的作為。就是習近平在明年準備要進入他的第4個任期了，那這對他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壓力哦，就是說他必須要拿出一定的成績單，才能夠讓黨內的人士服氣。這也就是外界為什麼預測台海在這2年的期間是風險特別的高。那麼我認為台灣問題這次之所以沒有放在公開的台面上講，或者是進入所謂的什麼共同聲明，理由很簡單，對中國大陸來講，台灣是不能交易的。台灣本來就是中國的內政問題，它有什麼好交易的？他要處理他自己的內政問題，他不需要得到美國的同意或反對。但是他只是要試探川普的一個態度，這個態度比什麼都重要。這個態度的直覺反應，就像剛才永明說的，也許他隨口說說，他並沒有寫在任何的共同聲明裡，但是這對中國來說就夠了。在接下來，如果中國大陸真的要對台發动任何的行動，他當然也不會這麼天真樂觀的認為美國不會反悔。但是至少他知道川普的態度是什麼，接下來他要做任何判斷的時候，這個態度會成為他要不要採取什麼樣的行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依據了。好，謝謝委員。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每週